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《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》。为什么那些从小特别乖，从不给人添麻烦的孩子，长大后反而更容易不快乐？长久以来，我们习惯把委屈咽下，把需求藏起，优先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用懂事换取认可和安全感，却唯独忘了如何安放自己。那个乖字像一套隐形的铠甲，保护我们安全的长大，却也将我们与真实的自我隔绝开来。长大后，我们习惯了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，习惯了对所有人说我没事。可是求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就像压在我们心头的大山。以为眼前是花好月圆，清风明月，越是想翻过去，就越是压得喘不过气。或许是时候该找个人好好的聊聊了。今天不妨让这本书的声音陪伴你，它就像一个温暖的树洞，一个深夜里的好朋友，轻轻告诉你，你所有未被言说的情绪，都值得一个安放的角落。这本书的作者洛丽·戈特利布，他是一位资深的心理治疗师，陪伴过无数来访者走出心理困境。但你知道吗？洛丽自己也曾是一名来访者。他原本以为自己作为心理治疗师，能看透人心，能从容应对生活里的所有难题。可当他遭遇生活的打击，当恐惧和迷茫席卷而来时，他才发现，原来自己也会被困住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坐在了另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诊室里，学着和自己的痛苦对话。这本书就是洛丽以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身份写下的5个关于痛苦、迷茫与治愈的真实故事。每一个故事里都藏着我们每个人的影子。打开书的扉页，便看到作者的自序。他说，不要心存幻想，这个世界没有奇迹，你无法逃避你所遇到的痛苦，心理学也不能提供任何幻想。但不要忘了，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地方，有这样一些人，可以直面这个无处可逃的、困惑的、痛苦的你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，走进这间小小的心理诊室，听听那些发生在门后的关于挣扎与救赎的故事。洛丽的诊室里来了4位特别的来访者，他们带着各自的伤痕，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，慢慢卸下伪装，露出最真实的自己。第一位来访者是叫约翰的好莱坞编剧。约翰是那种看起来特别成功的人，他住着豪华的别墅，开着限量版跑车，妻子温柔漂亮，孩子聪明可爱，事业更是顺风顺水。在外人眼里，他拥有了人人羡慕的人生。可只有约翰自己知道，他的生活早就千疮百孔。他第一次走进诊室，就带着满身的戾气。他翘着2郎腿靠在沙发上，语气里满是不屑。我来这儿，只是因为我老婆逼我来的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心理治疗就是浪费时间。他抱怨妻子不够体贴，抱怨孩子太过吵闹，抱怨助理办事不力，甚至连洛丽桌上的绿植都成了他吐槽的对象。他习惯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攻击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就像一只浑身长满刺的刺猬。一开始，洛丽也被约翰的态度搞得很挫败。他不明白，一个拥有这么多的人，为什么会活得这么不快乐？直到治疗一次次深入，洛丽才慢慢触碰到约翰坚硬外壳下的柔软。有一次，约翰又在抱怨儿子的不懂事，他说儿子总是缠着他，要他陪自己玩。说着说着，他的声音突然哽咽了，头也慢慢低了下去。沉默了很久，他才用沙哑的声音说，我儿子，他已经不在了。这句话劈开了约翰所有的伪装。原来几年前，约翰的儿子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。这件事成了他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。他不敢提起儿子，不敢面对自己的悲伤，更不敢让别人看到他的脆弱。于是他选择用愤怒和抱怨给自己穿上一层厚厚的铠甲。他觉得只要他一直发脾气，就能把那份撕心裂肺的痛苦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。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，他不配拥有快乐。洛丽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递给他一张纸巾。他知道这一刻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是苍白的，陪伴才是最好的解药。从那以后，约翰渐渐愿意在诊室里说起自己和儿子的故事。他说儿子最喜欢的玩具是一个奥特曼，说儿子总是会把好吃的留给他，说儿子曾拉着他的手说，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说着说着，约翰哭了。那是他儿子去世后，他第一次放声大哭。他哭得像个孩子，
把所有的委屈和思念都倾泻而出。洛丽轻轻说：“约翰，悲伤不是懦弱，想念也不是罪过，你不需要用尖酸刻薄的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痛苦。”慢慢的，约翰开始学着和自己的悲伤和解，他不再抱怨生活，而是开始整理儿子的遗物。他把儿子的奥特曼玩具摆在床头，把儿子画的画挂在墙上。他开始学着和妻子沟通，告诉他自己的思念。他甚至开始去参加丧子互助小组，和那些有着同样经历的人聊聊自己的故事。有一次治疗结束，约翰站在门口对洛丽笑了笑。他说：“我昨天在车里放了儿子最喜欢的歌，以前我一听就想哭，昨天我竟然跟着唱了起来。我想，他应该也希望我快乐吧。”那一刻，洛丽知道，约翰终于走出了那个困住自己的牢笼。约翰的故事是不是让你想到了自己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？遇到痛苦的事，不敢面对，只能用伪装来保护自己。我们假装坚强，假装不在乎，假装一切都好。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那些藏在心里的伤口，从来没有愈合过。我们用最坚硬的刺指向外界，只是为了保护内心最柔软、最血淋淋的伤口。而治愈的开始，是敢于承认那处伤口的存在，并允许它被看见。第二位来访者是一个叫朱莉的年轻女孩。如果约翰的故事是关于如何面对过去的痛苦，那么朱莉的故事则是关于如何面对没有未来的未来。朱莉是一个大学老师，聪明漂亮，对生活充满了热情。她刚刚和心爱的人结婚，刚刚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蓝图，要去环游世界，要生2个可爱的孩子，要在大学里做出一番事业。可命运却和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在她新婚不久后，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。这个消息就像一道惊雷，劈碎了她所有的梦想。朱莉刚来到诊室的时候，脸上还带着一丝强装的乐观。她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很坚强，我一定能战胜癌症。”她每天都给自己安排满满的治疗计划，逼着自己积极向上，逼着自己不许难过。可洛丽却看到了她乐观背后的恐惧。洛丽问她：“朱莉，你真的不害怕吗？”这句话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朱莉的情绪闸门。她崩溃大哭：“我怕，我真的好怕，我怕我来不及看这个世界，我怕我来不及和我爱的人相守一生，我怕我就这样孤零零地离开。”在治疗的过程中，朱莉慢慢学会了和恐惧相处。她不再逼着自己必须坚强，而是允许自己害怕，允许自己难过，允许自己有撑不下去的时候。她开始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她和丈夫一起去看了海边的日出，一起去吃了路边摊的小吃，一起窝在沙发上看老电影。她开始给未来的孩子写信，哪怕她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孩子长大。她还在课堂上和学生们分享自己的经历。她说：“以前我总觉得人生要按部就班，要功成名就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长度，而是宽度；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体验了多少。”后来，朱莉的病情还是恶化了，但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活得无比从容。她不再害怕死亡，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把这一生过得足够精彩。朱莉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我们无法选择人生的长度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人生的宽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在忙着赶路，忙着追求那些所谓的成功，却忘了停下来看看身边的风景，陪陪身边的人。而朱莉用她的生命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她的故事不是关于如何死去，而是关于如何在此刻全然的活着。第三位来访者是一个叫 Rita 的老太太。Rita 已经69岁了，她的一生过得可以说是一地鸡毛。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冲动结婚，又因为性格不合离婚。她和自己的孩子们关系恶劣，孩子们不愿意和她来往。她独居在一个小房子里，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电视，吃垃圾食品，浑浑噩噩地过日子。她没有朋友，唯一的社交是每天通过猫眼偷看邻居家幸福温馨的生活。她来到洛丽的诊室，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失败了。她说：“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做好，我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不是一个好母亲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”洛丽问她：“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改变现在的生活？” Rita 摇了摇头，他说：“我都这么老了，还能改变什么？一切都太晚了。”他给洛丽下了最后通牒：
如果70岁生日前生活没有改善，我就结束自己。洛丽没有劝他要乐观，而是问了一个极具力量的问题：如果此刻坐在你面前的是年轻时的自己，你会对他说什么？ Art 沉默了。那个漫长的沉默里，是他穿越几十年光阴，与自己的第一次真诚对视。许久之后，他泪流满面地说：我会抱紧他，告诉他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这一句自我宽恕，是冰封开始融化的第一声脆响。他开始尝试与邻居家的孩子们互动，孩子们天真地称他为加州奶奶。这份意外获得的纯粹的情感连结，像一束光照进了他黑暗的生活。他终于鼓起勇气，给儿女们写了长长的忏悔信，不是为了求得原谅，而是为了承担起自己那部分责任，与过去和解。书的结尾，瑞塔的故事没有童话般的结局。他收养了一只流浪狗，每天清晨，他被狗狗湿漉漉的舌头舔醒。他发现，原来我还能感受到温度。瑞塔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，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了。瑞塔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改变永远不会太晚。真正的接纳不是消极认命，而是认清所有现实后，依然选择为自己打开一扇窗，允许阳光和新的可能照进来。幸福不是一场需要资格认证的考试，它是一种你允许自己进入的状态。只要你愿意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你人生的新起点。第4位来访者是一个叫夏洛特的年轻女孩。夏洛特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陷入了爱而不得的困境。她爱上了一个已婚的男人，这个男人给了她短暂的快乐，却也给了她无尽的痛苦。他总是忽冷忽热，总是给她画大饼，却从来没有真正为她付出过什么。夏洛特明知道这段感情没有结果，却还是无法自拔。她每天都活在纠结和痛苦中，她不停地给这个男人发消息，不停地等待他的回复。她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寄托在了这个男人身上。她来到洛丽的诊室，哭着说：我真的好爱他，我离不开他，没有他，我活不下去。洛丽问他：你爱的是他这个人，还是你想象中的他？你离不开的是他，还是你对爱情的执念？这句话让夏洛特陷入了沉思。夏洛特的问题根源在于他的童年。他成长于一个缺乏安全感和情感关注的家庭，他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只配得到有条件的爱，于是他像被设定好的程序，不断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重现童年的模式，结果却是一次次撞上同一面墙。洛丽引导他看到这种模式。改变对于夏洛特这样的来访者来说尤为艰难，因为旧习惯很难改变。打破重复意味着要踏入全然未知的令他恐惧的领域，比如学会独处，建立健康的边界，爱上一个好人。在治疗的过程中，洛丽陪着夏洛特一点点地分析这段感情。洛丽让他明白，他之所以无法自拔，不是因为这个男人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他太缺爱了。他把这个男人当成了救命稻草，以为抓住了他就能抓住幸福。洛丽告诉他，真正的爱情不是让你失去自我，而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卑微，变得痛苦，变得不像自己，那这段感情就是错的。慢慢的，夏洛特开始学着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。他开始把过去用来酗酒的时间用来画画，将内心的创伤和情感倾注到画布上。艺术成了他新的、健康的表达出口。这个过程缓慢如苔藓蔓延，但每一步都是在为他自己铺设一条新的道路。他不再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个男人身上。有一天，那个男人又来找他，说要和他见面。夏洛特想了想，拒绝了。他说：我曾经很爱你，但现在我更爱我自己。说完这句话，夏洛特突然觉得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他终于明白，爱别人之前，先要学会爱自己。只有当你足够爱自己的时候，你才能遇到真正对的人。夏洛特的故事提醒我们，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成为自己过往经历的囚徒，但在刺激和反应之间，存在一个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，我们有选择反应的自由。看见这个模式是打破它的第一步。成长就是从自动驾驶模式切换到手动驾驶，哪怕一开始会手忙脚乱。最后，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最初的起点，治疗师洛丽本人。她是所有故事的收集者和参与者，但她自己也正在经历着一场艰难的治愈。洛丽原本有一个很爱她的男友，
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可突然有一天，男友告诉她，他爱上了别人，要和她分手。这个打击让洛丽瞬间崩溃，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人竟然会这样背叛自己，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她觉得一定是自己不够好，所以男友才会离开她。那段时间，洛丽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，她失眠，食欲不振，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她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，能开导别人，却怎么也开导不了自己。朋友的劝慰也毫无作用，直到有人说，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。于是她鼓起勇气，找到了一位叫温德尔的心理治疗师。坐在来访者的椅子上，洛丽经历了从抗拒到坦诚的全过程。一开始，洛丽很抗拒，她觉得自己是同行，温德尔肯定治不好她。她总是带着防备心和温德尔聊天，会分析温德尔说的每一句话，会猜测温德尔的意图。但温德尔却用他的耐心和包容，一点点地融化了洛丽的防备。最终，和他的来访者们一样，他坦诚地诉说痛苦，接纳自己的不堪，并在此过程中完成自我的重构。他意识到，前男友的分手只是一个导火索，引爆了他内心深处对衰老、孤独、人生失控的深层恐惧。通过治疗，他不仅走出了失恋，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认知升级。人生的不确定性折磨着所有人，而我们能做的不是控制一切不发生，而是培养自己与不确定性共处的能力。温德尔对他说，你越是愿意认识到自己的脆弱，就越不会害怕。这句话是送给洛丽的，也是通过洛丽送给每一位读者的。在温德尔的陪伴下，洛丽慢慢开始正视自己的痛苦。她不再自我怀疑，她开始学着放下过去，开始学着和自己和解。她重新拾起了自己的爱好，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。后来，洛丽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她、爱她的人。她终于明白，原来失去一段感情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段开始。洛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，心理治疗师也是普通人，他们也会有痛苦，也会有挣扎。但他们比我们更勇敢的是，他们敢于面对自己的痛苦，敢于寻求帮助。而这本书里的5个故事，其实就是5个关于治愈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奇迹，没有一蹴而就的改变，有的只是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和解，慢慢的治愈。就像洛丽在书里写的一句话，痛苦就像一条河流，我们无法跨越它，也无法逃避它，我们只能顺着河流的方向慢慢游过去。在这个小小的诊室里，没有人生来就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伤痕，但他们都在努力地学着和自己的痛苦相处，学着和这个世界和解。听完了这5个故事，不知道你是否也看到了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？这本书的力量不在于它给出了答案，而在于它让我们照见了自己。我们总想逃避痛苦，但正如书中所言，痛苦不会因为逃避而消失，承认它才是治愈的开始。那些我们最抵触的，往往是我们最需要看到的东西。直面灵魂，人才会觉醒。如果你正沉浸在过去的错误或遗憾中，像约翰或瑞塔一样，请记住，惩罚自己并不会让过去变得更好。真正的勇气是为今天和明天的生活负起全责。与过去和解，不是为了原谅谁，而是为了把自己从牢笼里释放出来。如果你感到孤独，觉得无人理解，请相信，其实你并不孤独。你的感受，千千万万的人都曾有过。我们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成长的。主动伸出触角，一次坦诚的交流，可能就是打破冰层的开端。我们不必等待一个重大的理由，就从明天，不，就从现在想起的这一刻开始。给你心里想到的那个可以信赖的人发一条信息，哪怕只是说一句，最近有点累，哪天有空一起喝杯咖啡吧。或者，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向他人倾诉，那就从对自己坦诚开始，拿出一张纸，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，把你此刻的心情不加评判地写下来。这就是你与自己聊聊的开始。因为所有的困境都有出路，而这条路的起点往往只是一次真诚的开口。这本书的结尾说道，我在路边停下脚步，侧着脸迎着阳光，让自己沉浸在阳光里，抬起眼注视着世界。我意识到，其实我还有大把的时间。是的，我们都有大把的时间，竭尽所能，不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绊脚石，去热爱世间万物，去热情摇荡，一往无前，尽兴开怀。今天就到这里，
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